大家好，我是心怡，今天来做一款天津口味的煎饼果子。煎饼果子由3个部分来组成，煎饼是它的根本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天津口味的煎饼就是以绿豆为主要原料。第2个部分是果子，脆脆的，增加口感。其他的食材都归成第3部分，主要是改善它的口味。煎饼里的绿豆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买绿豆粉，因为磨得特别细，所以它的口感更趋向于面饼的口感。但是要找到正宗的味道，那就要水磨，现磨现做。把绿豆洗净，再挑一挑，然后再加清水，隔天就要开始浸泡。浸泡大约10几个小时，绿豆才会胀开。传统的做法用的是现熬的牛羊大骨汤，为了方便，我用的是买来的牛肉高汤。水磨的绿豆，一个是更新鲜，豆香浓。另一方面，水磨的绿豆它的颗粒有粗有细，既能成型，也保留了粗粮脆脆的口感。这个时候再加入绿豆质量1/3的小米粉，当然你也可以用整粒的小米来打。面糊打好了，你可能会觉得怎么那么稀不用担心，只要把它静置半个小时以上，它就会变得更加粘稠。我喜欢把它放在这样的量杯里，那倒起来更方便。天津人的果子实际上就是油条，除了油条，用薄脆也很好吃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最薄的小馄饨皮划2刀炸一炸。自己做薄脆的话呢，就是在提前1天泡豆的时候，也和一个简单的热水面团，用中筋面粉，然后再加上面粉质量60%的沸水，散热之后揉透，揉透之后盖好，放在冰箱里。第2天把它切成小块，擀得越薄越好，炸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。这个百搭的热水面团和油条，我之前都做过更详细的视频，你可以在我的频道里的面食101系列里找到。辅料里很重要的就是酱料，传统的天津做法是用虾米水来调甜面酱，海鲜配酱香。那现在的调料更加丰富，你自然可以用蚝油或者是鱼露。酱料里还有一个传统原料，就是豆腐乳。传统的煎饼果子不放辣，那现在的人口味重，你可以自己用辣椒面做辣油，也可以用老干妈。用小火把酱料调稀调匀，均匀之后加入香油和蜂蜜。整粒的黑芝麻不容易消化吸收，我喜欢把它磨碎，一起放在酱料里。看似简单的煎饼，实际上还包含了肉汤、海鲜汤和之后要加的鸡蛋。那去腥的小葱就是传统的标配。香菜不是传统，但若喜欢就可以加一些。材料就绪，把梯形的小木棍泡在水里，再把铁板用中火烧热。没有铁板，你也可以用电饼铛或者是 crepe maker， 或者是尽量大一点的平底锅都可以。摊饼的时候，速度是快还是慢呢？快或者慢，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这张饼摊得厚薄均匀。面糊越细腻，尤其是如果是买来的这个细粉，那你走的时候越要快。如果这个面糊磨得比较粗，那就要走得慢一点。
抹匀后看一看，比较薄的地方变成金黄色，那这张饼就成型了。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锅子来摊，只要这个锅是加热后再加面糊，它就不会打底。鸡蛋事先打在碗里，那么手就会保持比较干净。鸡蛋不但好吃，而且可以把所有的洞洞啊，或者是薄的地方都糊一糊。在没有完全凝结的时候加上葱，如果特别讲究就加葱白。我自己还特别喜欢加上香菜。抹酱料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要跟薄脆分开，那就翻一面再抹酱。再按照自己的喜好加上辣酱。就这样，煎饼就做好了。有的店家会把鸡蛋留在外侧，它的做法基本是一致的，只是抹完葱花以后把它翻面。这个做法的关键就是动作要快，不要让外侧的鸡蛋变得太熟，不然会有点干。最后我们来自己磨绿豆粉，把豆子洗一洗，挑一挑，但不要浸泡，再沥干水分。第二天水分蒸发之后，用干磨机把它磨成粉。它的优点就是新鲜，豆味浓，磨得可粗可细，一次还可以多磨一点，密封保存好。煎饼的配比也可以做出变化，比如说一部分的绿豆面也可以用玉米面来代替，不管是纯豆面还是豆面、玉米面或者红薯面，最后总会加一些小米面。当然你也可以用面粉来代替小米，小米面通常是粗粮的1/4到1/3。同样的，加入鲜汤或者是水，用电动的搅拌机或者是用手动的打蛋机都可以把它搅匀，而且要打上一点劲。同样看上去是稀稀的，把它放一会儿就更加粘稠了。煎饼果子看似简单，但做得精致，就可以让它富含各种营养、蛋白质和纤维，口感好又可以变化多样，是一个很不错的早餐和点心的选择。配方会写在视频的下方，希望大家一次成功。